孩子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撒尿嘛。随地撒尿，你妈是怎么教你的？要说让一让，问一声我在你头上撒尿行不行？神经病！假如你在路边放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会不会害怕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真正恐怖的还在后面。这绝对是史上最经典的不作死就不会死教学片。一群年轻人只是想开个玩笑，岂料直接把朋友送去了西天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朋友还从地府爬了回来，挨个找他们索命。故事开始，富二代阿华和女友阿妙约上阿路、阿斯、阿豪等一帮朋友，周末到自家海边别墅，准备来一场夏日狂欢。其中一个叫阿路的人有3级，随便找了个草丛解决。岂料刚开闸放水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跟鬼一样出现在他身后，把他吓得差点洒在裤子上。他提醒阿路不要随便在别人头上撒尿。起初阿路并未在意，可再回头，刚刚的老太太已经不见，面前只剩下一座孤坟。阿路被吓坏了，有鬼呀！哎呀！可见到朋友后，他强装镇定，并没有声张。很快3人就到了阿华家的别墅，开门的三婆正是白天提醒阿路的那个老太太。阿路急忙询问三婆身份，阿妙告诉他，三婆是阿华家的老保姆。自从家人去世后，他就变得疯疯癫癫，一直留在这里看守老宅。朋友们聚齐后，三婆神神叨叨地走过来，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去后山，说那里很危险。前几年，村里有个叫傻瓜泉的疯子，就是在后山打碎了别人的金塔，金塔也就是装骨头的魂坛，结果被鬼上身，把全家人都给砍死了。大伙听了只当是疯话，压根没放在心上。夜幕降临，这群作死小分队酒足饭饱，吃着烧烤唱着歌，觉得无聊，有人提议讲鬼故事。好家伙，话题自然而然的又绕回了三婆提到的傻瓜泉。阿华说他知道的版本是傻瓜泉怀疑老婆出轨，一怒之下在后山小屋里把妻女都杀了，然后人间蒸发。而另一个朋友阿斯听到的版本更邪乎，说傻瓜泉不小心弄丢了一具尸骨的头颅，随便找了个安上去，结果夜夜被鬼魂索命，最后自己也疯了，拿着牛肉刀在后山到处晃悠，见人就想砍头，那间小屋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屋。鬼故事讲完，气氛烘托到位了，朋友们开始起哄，嘲笑胆小的阿华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怂包，阿华当即拍板决定，今晚就去后山的鬼屋睡上一宿。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决定将把所有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阿华前脚刚走，他那群好兄弟后脚就跟了上去，准备扮鬼吓唬他，给他来个终身难忘的教训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教训的代价是他们的命。就在他们鬼鬼祟祟的布置现场时，慌不择路的阿华恰好撞上了阿豪。阿豪不偏不倚地扑到了一根裸露的电线上，阿华急忙施救。当众人听到呼救赶来时，阿豪已经被电梳彻底凉透了。一个寻欢作乐的周末瞬间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悲剧。警察录完口供，事情过去了1个星期，大家都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，但他们忘了死去的阿豪可没同意。这天晚上，阿路正在家赶方案，电脑屏幕突然开始疯狂闪烁，接着一行血红的字浮现出来：我好孤单，下来陪我吧。阿路吓得魂飞魄散，刚想拔掉电源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就将他狠狠拽起，在房间里左右猛摔，差点把他吓死。紧接着，其他参与游戏的朋友也收到不同的信息，阿豪的复仇正式拉开序幕。为了活命，大家相约去凶宅给阿豪烧纸钱，求他放过自己。然而就在他们跪地祈祷时，一个阴冷的声音从阿路口中传来：够了够了，不用烧这么多给我了，我用不着啊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没说话呀。你明明在说话嘛。我真的没有说话，真的。是我叫你们不用烧这么多的，我在下边用不了，没人陪。众人吓得屁滚尿流，拔腿就跑，瞬间作鸟兽散。混乱中，阿华和女友阿妙中了鬼打墙，两人明明就在眼前，却又互相看不到。阿华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点出来，我好害怕啊！阿妙，你在哪儿啊？阿妙。阿妙孤身一人在黑暗中尖叫，很快他就成了阿豪的下一个目标。另一边，阿斯和阿路成功逃了出来，两人以为阿华和阿妙也逃了出来，于是便进屋寻找。岂料刚进门，屋里的灯泡就接二连三的爆裂，大门也砰的一声自己关上了。紧接着卧室传来求救声，他们惊恐地发现三婆正倒在地上，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样子十分骇人。绝望之际，阿斯跑到客厅报了警。然而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却告诉他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：我现在在龙虎滩13号。喂，小姐，龙虎滩13号什么鬼屋啊？你说什么？阿路更是发现电话根本就没有插线，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接线员说的都是真的。就在此时，阿豪附身在吸尘器上，出来跟两人打招呼，两人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吸尘器一下缠住了阿路。阿斯还想救人，结果下一秒阿路居然变成了阿豪的样子。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阿斯突然惊醒，就连昨晚口吐白沫的三婆也恢复了正常。阿斯见状急忙叫醒众人，却不见阿华的身影。
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求救声。只见阿华被吊在树上，身上还写着"明年我们再来玩啊"。最后，徐老师给故事做了一个总结：年轻人有时间约好3、5知己，到沙滩去游游泳、钓钓鱼、烧烤野餐，未尝不是一件赏心乐事。但是千万不要玩得太过分，要是玩得太过火的话，闹出人命，那就不值得了。看到这里，你还敢对朋友恶作剧吗？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